家在我们的活动宣传上也看到了，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资深的比特币矿工童晓峰先生。然后小峰呢，他自己的公司呢是叫犹他科技，然后他不仅是一个资深的矿工，同时还有自己的矿场。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其实也能在我们这1小时的活动当中，然后了解到很多关于不仅是挖矿的这个商业秘籍，还有一些现实在经营矿场以及矿机的维护，然后以及挖矿收益的这个经营吧，然后让收益最大化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不为人知的、不为圈外人知的一些信息。所以首先呢，我们就请童晓峰，请小峰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吧。首先呢，感谢别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聊聊天也感谢这么多朋友来捧场哈。这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呢是大概从2017年的时候开始自己来做矿场之前呢我一直是在这个一个央企来这个做电力的央企然后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在海外做项目管理当时呢我在海外可能做电力项目呢大概做了有10年左右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自己出来，然后自己相当于算是创业吧，然后做矿场之前呢我自己囤币其实是比较早的事情，大概从2012年、13年这样子开始就开始自己陆续的有囤币当时也是想说自己来做一些事嘛，然后正好就是结合我的背景和自己感兴趣，对比特币比较感兴趣，所以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就一直是在跟随说 BCH 的分叉，然后 BSV 的分叉，然后一直就是到现在然后也是在做 BSV 上面的一些这个观察，然后呢也同时自己的矿场也还在经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你提到从12、13年就接触比特币了，然后每一个嘉宾其实我都会问一下，就最初接触到比特币的那一个机缘分是什么呢？我接触比特币呢是当时我们有一个论坛应该是11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论坛里面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帖子说比特币都已经$7了然后当时这个反正看了之后呢随便查了一下，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但是也就过去了。可能到了后面可能大家谈论的多了，在论坛里谈论多了之后呢可能才慢慢关注起来，然后当时也是看了很多论坛然后帖子然后研究了一些，然后慢慢就开始买币一直大概到我买币的话，从12年、13年大概一直到这个16年、17年，一直是陆续不断的在买那个时候如果很早期，像12、13年的话，其实买币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吧？没有那么多开放的渠道。其实那时候买币还好，就是已经有了当时的3大的交易所嘛像比特币或比特币中国 BTC China然后后来改名字叫 BTCC 嘛，然后呢还有 OK 火币当时都已经有了然后到之后的话，其实你也是见证了比特币慢慢的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一开始你可能真的是爱好，就是一个收藏者，然后之后怎么样突然间就是想要去自己去当矿工去挖一些比特币呢？因为之前的话也有自己挖过矿，但是当时都是放在别人矿场嘛。然后后来的话想，因为我本身是一直从事电力行业，所以对这个电力这块比较熟所以呢想来想去说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比特币这个挖矿的用电量很大嘛这个能够找到比较低的电价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商业机会，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也是跟几个朋友一起来做的所以最开始是你可能买了一些矿机，然后自己去挖矿，然后呢，就是又逮住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发现挖矿这个行业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意，然后又通过自己之前的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些资源，然后就开始跟朋友一起开始建矿场，然后对，把自己的矿机也搬进去了，也有一些客户吧，应该。对，我们其实后来的这个商业模式呢，还是为矿工提供服务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做矿场来做托管这是我们主要的商业模式。就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矿机的话，在我们矿场占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还是托管客户的矿机
啊。对，其实好多朋友也知道，我之前的那一份工作也是在一个矿池，然后所以呢，我对挖矿行业的了解可能比其他的这个区块链其他的领域，因为确实有从业的这个背景，然后挖矿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业链条，从最顶端这个矿机生产商，什么芯片研发，然后再到整个的这个物流，然后再到这个矿机分销，然后到这个客户买矿机挖矿，然后矿场的这个建设、运维，再到后期的大家挖到矿之后去做这种资产管理啊、增值。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长的链条，矿圈呢，在每一个链条上都能产生大量的这个资金交易以及现金流。目前来看，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比特币的这个行业，确实是在挖矿这个领域是现金流以及这个资本注入是最充足而且比较持续的。然后但是很多朋友这些道理都懂，可能真是没有摸过矿机。绝大多数朋友其实没有摸过矿机，没有听过矿机的箫鸣声，然后也没有去矿场看过成千上万台矿机一起这么呼啸的这个样子。所以就也想请小峰用你的亲身经历，然后给大家可以描述一下，就普通人其实接触不到的、感受不到的。我的感觉呢是这样，就是挖矿这个事情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爱好者在做买几台矿机，然后放在家里头，甚至比如说自己可能还弄一个小的机房，是吧？然后在地下室或者车库里去挖矿但是挖矿这件事情越来越对散户呢非常的不友好，因为你只有在规模化的经营，你才能够拿到便宜的矿机优惠的价格，然后呢你才能够有更优惠的电价你的维护也会做得更好甚至说你才能够有更多的人力去研究这个币价的走势然后去做套保做一些这个金融的操作如果说你只是投了几万块钱、10几万、20万，你不会投入这么多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你也不会所以呢，很多散户挖矿并不一定会挣到钱而且很多散户都是在追高进来的，等到了，比如像在2017年的时候，2017年底的时候一台 S9 的矿机可能涨到2万、3万这个时候冲进来，那你可能永远都挣不回本来所以这个事情，挖矿这个事情还是要有一定的越来越专业化的这个趋势对，因为大家其实应该是1-2年前吧，就可以认识到比特币挖矿的这个行业是在快速的朝着这个集约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个规模经济效应是越来越显著的，而且反正坊间也流传说，大概2-3年前吧，真正在进矿圈的都是这种大资本，然后一上来每一个基金或者是公司，它的铺上来的算力的体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也看到过去几年这个几乎每一年全网的算力都能够翻倍吧，几乎至少翻倍乘以2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就是小峰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挖矿，其实是跟过几个这个波峰和波谷的周期，所以你愿不愿意给大家就是讲一讲，就是你在过去这几年挖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一个周期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然后通过挖矿一下子收益非常的高，就是叫什么几何倍数的增长，但是有的时机就因为是踩住了一个下行的周期，然后导致那一段时间的挖矿的收益是比较差的。挖矿这个事情呢，跟币价的这个走势呢是非常相关的，强相关的如果说币价非常好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收益非常好是矿工的黄金时代，这个算力呢几乎就没有增长，因为这个比特大陆也好，神马也好，他们的新机器现在都还没有大批量的在生产，所以呢算力的增幅呢非常小币价呢已经翻了好多倍了这个矿工呢非常挣钱，但是真正说你要挣大钱，一定是要提前布局的你往往是挣钱呢是在熊市的时候挣钱的，这个只不过是到了牛市的时候来进行了兑现而已如果说你在牛市的时候非常冲动冲进来去挖矿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啊，一定要大家去算，因为挖矿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你的收益、你的这个币价的走势，然后难度的走势，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可以用量化的方法去做计算啊，去做预测的，所以一定要算好了再入场啊，不能说看着这个现在收益非常好，很多人一看说啊，我现在半年就回本，我们现在这个机器确实是可以做到半年回本的啊，这个很多人一看我半年回本这么好啊，那我就要赶紧卖房子卖车，我就进来了，但是一定要想好啊，把这些事情很多这个中间呢有很多这个概念啊，然后这种数字你要去算计清楚啊，不要头脑一热然后把房子卖了，这个是不建议的啊。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算好，挖矿肯定是可以挣钱的，在这个币圈里头呢，挣钱的比较挣钱的两个行业，一个是交易所啊，另外一个是挖矿，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说并不是说谁进来挖矿，你投钱进来挖矿就一定能挣到钱啊。这个每一个行业都是挣钱的是少部分人啊，不挣钱的是大多数人。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把这个专业性提高一些啊，多做一些研究，然后才能挣到钱。对，这个你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可，因为其实18年和19年我们看到了一波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从牛市走向熊市的低谷，然后从19年中期，然后再慢慢的反弹回来，然后确实穿越熊牛这件事情是很多就行业内的人都知道，说毕竟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周期或者有这种一浪一浪的这种波峰波谷，但是呢，投资市场嘛，难免就是一直所有人都会有一个情绪，就是追涨杀跌。这个在就是矿圈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币价不好的时候，可能矿机也卖不出去，是吧？二手矿机堆在矿场也交不起电费，然后就放在那儿，二手矿机还要去清理。但是币价特别高的时候，你去矿机厂商你也订不到货，一等就要等好几个月。你订货的时候算着半年3个月回本，结果你一拿到的时候，拿到矿机几个月之后再拿到矿机，再一测算的时候就不是那样了。所以这种提前的测算是一件很专业化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需要这个行业里的经验，尤其是整个刚才说的这个产业链比较长，确实每一个链条的环节如果有滞后的话，对大家的这个初期的这个挖矿收益测算是有很大偏差的。所以小峰还是不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个人的某一个阶段的这个挖矿的实战经验吗？我不太清楚你说的这个是想说什么时候这个挖矿这个非常艰难，或者说在什么时候特别挣钱吗？还是说怎么样？是的，就是你能回想出来的某一个阶段。如果说特别挣钱的时候呢，其实20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或者年中的那个时候是非常挣钱的。比特币的矿机那时候大概能做到4个月左右回本啊，甚至说3个月啊，这是当时非常，因为那时候币价也跟现在一样涨得很快啊，这个算力呢也涨得不是太多啊。但是到后来的话，比较难过的时候呢，大概是在2018年的下半年的时候。那时候 S9 一台矿机从将近3万多跌到500-600块钱啊一台，甚至都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啊。当时我们有很多 S9 的矿机啊，这个怎么说呢？连电费都挖不出来啊，这个是很痛苦的时候啊。当时也是那时候我上了一次央视嘛，然后有一个那个财经的记者采访，就说他其实就一直想让我说这个矿工当时很难过，然后这个要把矿机卖掉啊什么这些啊，其实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难过的时候啊。对于无论说对于矿工来讲也好，对于矿场来讲也好，包括说像当时比特大陆这个裁员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那是矿工最难过的时候。但是并不代表说那个时候没有钱赚啊，那个时候反倒是有些人那个时候低价去采购了很多矿机啊，这个等行情一好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赚钱。所以这个赚钱这个事情是很专业的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多投入精力去做研究啊，在什么行情里头都可以赚到钱。当然，在什么行情里也有人赔钱，在牛市里很赔钱的人更多，因为在熊市里大家不会去做投资了嘛，你在牛市的时候才会去大举的去卖房子卖车去做投资啊，所以这个往往赔钱是在牛市里赔的啊。就是逆市场操作，但是大家这个道理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也能
理解，但是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难免被周围的那个氛围和情绪所带动。一定是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的时候，你觉得信心满满的进去了；大家都觉得不好的时候，你也觉得说，哎，这个风险太大了，然后会极度的谨慎。刚才你谈到了2018年的年底，那个时候我还真的对那段时间的那个矿业的情况特别有印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因为币价一下子从当时 BTC 的价格吧，应该是一下子从6000多一下子就跌到了3000多，相当于是急速的下跌。然后那几天就看到二手的 S9 矿机，因为他们都开不了机了，然后很多人就准备卖掉机器，就退出这个行业。那个矿机的价格真是一天一个价，我印象中有1500块钱一台二手 S9，然后降到1200，然后最低的时候我看到报价有到600多块钱的一台二手的这个 S9 矿机。然后那个时候确实也有人通过倒卖二手矿机发了财，左边询个价，右边找到买家。然后我也认识圈内的一些矿工是那个时候进场的，他进场第一件事就是买的一大批二手的 S9 矿机，然后就放在那儿挖。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不太知道，就是矿机，就是如果要是币价暴跌的时候，因为很多矿机会关机，所以全网算力下降的时候呢，难度也会慢慢的下降，所以单位算力收益反而提高了。然后这是一个就是确实比特币在设计挖矿的这个事情上的一个很精巧的一个这种平衡的经济理论。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呢，对我第二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呢，是我在那个时候曾经尝试着买过几次云算力。当时是比特大陆的那个比特小陆云算力平台上线了，然后刚好我判定那个是一个下行的周期，就是整个全网算力下行的周期，所以呢就试着买了几个云算力，结果那几个云算力合约都非常划算，最后全部都是挣到币了，大概就是年化收益率都是很高的。所以我很认可刚才小峰说的这一点，就进场的时机很重要。然后我也插一句话，我看到那个观众的消息里面有好多朋友在谈说为什么不是讲 BSV， 其实我们在讲整个比特币的挖矿的历史。然后大家如果要了解 BSV， 知道 BSV 也是比特币的一个分支，而且这个 BSV 这3个字母是从2018年11月15号开始跟就是另外一派的这个技术上产生了这个硬分叉出来的，所以呢其实之前的这些故事也都属于 BSV。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讲挖矿这件事情。然后刚才我也谈到了这个矿场的这个生意和运维，其实是一件也是非常专业化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也不太懂，我也就去过一次矿场，那个矿场规模很大，大概是放了3万台矿机吧。然后工作人员都需要戴着那个降噪耳机，所以也想听听小峰讲一讲你的矿场或者国内的矿场普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现在的趋势呢，是矿场的规模呢越来越大而且呢一些大资本进来，就是跟以前的这个中小玩家的玩法呢还不太一样就是这个规模现在是比较大的，像你说的3万台矿机现在都不算大的这个可能几十万台矿机的都有这个很大，现在的规模几十万千瓦的这个矿场比比皆是这个比如像在新疆这个有很大的矿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比特币挖矿这件事情，我们包括刚才这个有朋友问说为什么不讲讲 BSV，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BSV 才是真的比特币嘛，对吧？这个是一直以来这个遵循了中本聪最初的这种设想的白皮书的这样的一个币种但是呢我想谈谈就是我对这个比特币挖矿这件事情的它这个本质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比特币挖矿，比特币的这个网络其实它是为了来处理交易它这个账本为了来记账那相当于就是说你做一个创业的事情一样，比如说你去做一个滴滴那你需要有这个乘客，你需要有司机，这样的它是一个双层的网络双网络你做的越大之后呢，你这个规模效应会越好你的乘客越多，那你就越有更多的司机愿意来去拉这个乘客你的司机越多呢，乘客越愿意用你这个 app 来打车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双网络。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呢，你是很难启动的，它的启动是最难的，啊，这个比特币网络呢，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的用户去在上面去做交易的用户，是一方面，就像乘客一样，另外一方面呢是矿工，就是矿工是负责去打包这个交易的，对吧？它是互相促进的一个效果。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用户也没有矿工的情况下怎么办？所以中本聪在设计这个网络的时候呢，它就是在这个打包区块的时候，我要给你这个区块奖励，就像这个滴滴刚开始给这个出租车司机给补贴，然后给乘客补贴这样的一个道理是一样的用这个补贴来吸引最初的用户和最初的这个建设者这个网络的维护者大家来把这个规模效应逐渐做起来。但是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区块奖励是4年减半嘛？它是会越来越少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永远都是靠这个补贴来维持这个网络的运行滴滴打车，它一定是会把这个最终给司机的补贴逐步取消掉的。只有在取消了这个补贴的情况下，这个网络还能够正常运行，才说明这个商业模式是成功了你这个创业是成功的。那同样对于比特币来讲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挖矿呢，现在是做的是这个，说白了，现在大家如果说对挖矿有一点了解的话，就知道我们现在挖矿就是为了拿那个区块奖励，主要就是区块奖励。现在呢，每个区块里面是6.25个币，对吧？最开始的时候50个，它是逐渐会减半嘛。但是如果说我们比特币这个网络能够成功的话，那一定是里面的交易的手续费会远远的超过这个补贴，这才是正常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将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说这个补贴是越来越少的，那这种情况矿工怎么办？矿工一定要是去挣那个交易的手续费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说矿工挖矿这件事情，它不会说是无限制的说这个矿工越来越多，算力也是无限制的去增长，它一定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这个哈希的这个算力呢，一定是有一个上限的。现在比特币的这个价格呢，已经到了4万多美元，对吧？这个价格呢涨得很快。那很多人说这个比特币的价格会涨到20万美元、30万美元，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就是 BTC 的价格这个虽然说我们讲说它现在就是一个储值，或者说的不好一点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庞氏的这么一个模式，大家把它当做一个炒作的标的，越炒越高。但是你并不能说它不会炒得更高，甚至是说20万美元、30万美元也是有可能的，不排除，对吧？它这种波动是很大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持续的维持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网络的运行吗？我觉得不一定。就是 BTC 这个网络来讲这个是不一定的它的价格越高，其实这个手续费呢就会越高。你的这个手续费越高呢，用户就越不愿意在你这个网络上做交易，它就会形成一个负向的一个逆向的一个循环而不是说像我们 BSV 上面的话，这个你的交易手续费是会越来越低，就是非常非常低，你这样的用户会越来越多，你一定是说是一种走量的这个薄利多销的模式才对，对吧？就说你不能说我这个滴滴没有补贴了，然后呢我这个司机我就把这个乘客的这个单价是吧提高，那乘客我就不坐你这个车就好了嘛，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矿工的角度来讲就是 BTC 这个网络和 BSV 这个网络，那一定是我们会更看好 BSV 这个网络，对吧？但是现在呢这个价格上这个差的很多就是 BTC 的价格已经到20多万人民币一个，对吧？ BSV 呢现在也就是1000多块钱，差的很多。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一定是这个 BSV 会胜出那我们作为矿工的话，一定要对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心理预期这是我想，就是对刚才有朋友说这个 BSV 说挖矿怎么能结合在一起我的一点想法因为大家其实对我看那个刚好有个朋友说简单的讲透了比特币的经济模型，但 BSV 发展也确实还在早期。然后这句话我也特别认同。刚才有那个观众说你刚才举的例子特别的好，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例子以后可能要借用一下。
因为补贴的这个说法，其实 Craig 也强调过很多次。然后，其实如果我们真正从经济学的角度、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其实是这个理论这一套逻辑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放在真正套用到我们现实中，看到比特币再到现在的其实并行的3个这个就是 Bitcoin 的分支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套逻辑在现阶段的这个时间点上，可能看着就没有那么合理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拉到足够长的这个时期，我们再去看的话，它依然会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道理。然后另外呢，我这2天就是也看到，有一些这个 BTC 的这一派的人，然后就不停的宣称说币价肯定还会涨，这次什么10万美元、20万美元，就是说的数字越来越高，就是去在媒体上博一些眼球。然后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打动我的一个言论，就是说币价越高 ，BTC 越安全。这个其实跟 BSV 这一派的。就是 BSV 这个系统如何安全的这个理论的根基是截然相反的。BSV 就是尤其是 Craig 他一直讲的这一套理论，他认为 BSV 的网络上需要快速的扩容，只有这上面的这个交易数据越多，它的应用的这个潜力越大，而且确实能看到一些真实的这个应用场景，对社会、对世界进步有改良的这些应用，越早期的在这上面出现 BSV 的网络才会越安全，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其他人参与到建设，然后包括你认为的这个挖矿工对这个网络的这个安全的维护，也才是会是个长久的。只不过如果我们再看比特币的前12年吧的时候，只是整个比特币的整个生命周期前面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所以我们站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去看很多逻辑的话，那可能有些地方的逻辑就没有那么讲得通了，这是我的一点理解。然后刚才你说未来的算力会有一个上限，然后这个观点呢，其实如果要是3、4年前吧，我看比特币网络的时候，3年前我会觉得说，哇，这个算力已经太高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矿机 ASIC 机王就是 S9。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S11，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硬件的，整个芯片的这个迭代啊，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快，比我们想象中的快。只要有利益的驱动，这个挖矿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个平均收益率很高的话，就是我觉得矿机啊、芯片的迭代会非常快，所以这个算力的上限，我还没有一个像你那样肯定的预估，就是它会有一个上限。这个就是从挖矿这个事情来讲呢，它本身跟买币是一样的啊。我们一直有个说法，就是说，挖矿呢是打折定投买币，对吧？就是为什么叫打折呢？就是说你挖矿它的成本是比你买币要便宜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挖矿，对吧？一定是要比买币便宜，我们才会去挖嘛。啊，只不过说你操作手法上你要有一定的这个专业性，你才能够用低的价格去挖到币啊，所以这叫打折。然后什么叫定投呢？因为你买币的话，我们是推荐是定投。那挖矿的话，你买了矿机，然后你定期的去每个月去交电费，就相当于是去定投嘛，啊，因为你这个钱是一笔一笔的投进去的啊，它相当于是个定投。最后呢，一定是要你持币囤币，你才能够挣到大钱啊。这个，所以我们叫做是买币，跟囤币呢，买币囤币是一样的道理啊。我最初的一批客户是在2017年的8、9月份吧啊，当时呢我的第一个客户其实是我的一个亲戚啊，当时也知道我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拿了10万块钱啊，当时买了一些机器，他最后呢大概我们也是买的 S9嘛，然后呢这个 S9呢在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把那个机器就处理掉了啊，相当于是这个事情呢本身就结束了啊，大概挖了有2年多啊，然后呢，他当时挖出来了2个多比特币啊，但是他一直拿着啊，然后呢，现在已经是有40、50万的这个价值了，对吧？就说他一定是你挖矿这件事情本身你要挣钱，一定是要你看好比特币长期的这个增值啊，它跟囤币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另外我插一个话题呢，就是刚才有朋友讲说，
我们太难了，这个现在这个BSV 还太早期了。其实我不这么看啊，就说因为太早期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对吧？早期的话，你才可以更多的去参与，然后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去买币囤币，就相当于给了你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回到了2011年、2012年以很低的价格$100、$200的价格去买 BTC 一样的道理，就说你现在可以用$200去买一个比特币，就相当于回到了2011年一样，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机会，而不是说太难了。这个觉得这个怎么样不好的一件事，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另外呢，我看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压盘呀什么这些事情涨价，说不涨价技术都是空谈，这个技术一定是说价格一定是这个技术的一个体现，对吧？价格只是它只是一个体现一个早晚的事情啊，这个是我本身还是非常看好的。但是价格的这个东西呢，我们都不好预测，是3年还是5年，还是说3个月5月，这个东西我也说不准，对吧？但是我的相信呢，就是 BTC 呢一定会被 BSV 反超，这是肯定的啊。但是这个时间我说不好啊。我看到好多朋友都说特别喜欢你刚才分享的一些，不管是挖矿的投资的理念，还有一些对比特币的这个投资理念，因为确实我们也第一次谈到这样子的话题。然后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的观众对这个都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在看比特币或者是在这个行业里的人，我觉得还是很有远见的，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不管是圈子还是技术，还是一个很新的一个领域。然后，当然现在比特币的竞争对手也非常多。我不是指光什么 BTC 啊、BSV、BCH 这样子，就是超出这个比特币系的，还有非常多的公链或者是伪公链，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应用链吧，这样子。所以其实整个这个竞争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自己 BSV 自己生态内部也有竞争，但是竞争是好事，竞争一定是促进了整个更快速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然后我看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技术问题，但我相信那个小峰一定能对这个也是深有理解。就是有一个朋友说现在 BSV 算力堪忧，就是他应该是觉得说 BSV 整体的全网的算力比较低，所以有点担心 BSV 网络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想听听小峰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 BSV 的算力呢，现在确实非常低它跟这个 BSV 的价格是相关的就是这个价格跟算力它是一个完全正相关的事情，就是价格高了，它的算力就会高，因为这个矿工嘛是逐利的你这个价格高的时候，你在这个网络上挖矿的这个利润高，我就会把算力切过来，因为切个算力就是3分钟的事情，一个命令下去，敲一个键盘就 OK 了1万台机器都可以几分钟搞定，对吧？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甚至说矿池呢还可以自动来切，是吧？都是用程序来控制的所以这个BSV、BCH、BTC 这3个网络，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就像这个2个瓶子一样，它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水它就是平的这个水面是平的无论是挖哪个币，它的利润其实从长期来看，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平均收益率因为如果说这个链上面的利润是有超额的利润的话，一定会有这个矿工过来套利，把它套平，把它拉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这3个网络的这个安全性其实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说我的算力小了我就不安全因为本身来讲，比特币网络的这个安全性并不是由算力来保障的这个 Craig 其实讲过很多次，他说呢，这个他讲过，他也写过文章，也讲过，就是说这个算力呢，其实就像孔雀的尾巴一样它是一个博弈论里面的信号，对吧？这个算力本身它是做的全是无用功，就是我愿意花这么多钱去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多机器，然后花这么多电费，然后呢去挖这个币去来做这个哈希，这是一种信号，就是说我在这上面做了很多的投入就像就是说你去追一个女孩，对吧？你去送她这个礼物买花，然后这个送钻石，这个钻石它一定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你送的这个花它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你不能说，你送俩馒头，对吧？你送馒头的话，这个你回头人家不要你还吃了，是吧？这个就不是这个博弈论里面的信号了。这个信号它一定是没有用的啊，就是这个算力呢，它就是表明，就是说我做了很多的投入在这个比特币的网络上面，所以呢，大家能够信任我，我不会作恶，我会遵守比特币这个网络的这个规则啊，我会正确的处理交易啊，不会说去做双花或者说违反这个比特币网络规则的事情啊，仅此而已啊。所以呢 ，BSV 并不存在说它的算力小它就不安全，因为事实上证明它是安全的，因为这个 BSV 分叉2年多以来，并没有发生什么。这个说哪个矿工啊，这个闲得无聊过来攻击一下 BSV 网络，并没有嘛，并没有发生，对吧？啊，因为攻击一下的话，这个成本很低，但是并没有发生。对，但是你最后说的这句话就是成本很低，可能指的是就是挪一下算力的这个成本，好像操作一下就可以。但是其实这种隐性的成本是，其实普通人是可能是这种感知会弱一点。比如说你身为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矿池。你手握着全球可能10%左右的这种算力，但是你去一个网络上作恶了一下，就是相当于你是没有为特别大的一个收益而去付出了你所有的这种商誉上的成本。就是对于这种集约化这种生态当中，企业的商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 BSV 之后会向矿工去力推 Miner ID。这样的一种工具，就是希望矿工能够在未来的这个开放的网络当中核心节点的这样子的一个小世界网络当中，能够信守自己的这个诚信，就是商业诚信，然后同时也能够通过 Miner ID 来逐步的积累自己的这个商誉和商业诚信。接下来呢，我看到还有好多朋友就是给我们的嘉宾点赞，说确实。就是听你讲了一下，懂了很多。然后，刚才我们就讲了一下挖矿策略的这个切换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平时会联络所有的 BSV 的矿池，然后呢，我也知道其实 BSV 上绝大多数矿池本身他们也是 BTC 上的大矿池，因为他们就给自己的客户提供一种可以让客户选择切换，或者由矿池直接就是代为这个切换。去选择一个更高一点的收益率或者均衡的收益率，这种自由切换算力的这种服务。所以呢，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说某一个BSV 网络的总算力低而会网络上不安全。其实这个如果大家多去看一些 Craig 的文章就知道了，并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小峰，因为刚才我们刚好就谈到矿池了嘛。就是我认识非常多的大矿工，其实都有一个自己想做矿池的梦，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独立爆块，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什么名字啊，或者自己的品牌写在 Coinbase 上面。所以在做矿池的这个业务上，你之前有没有考虑过呢？或者现在有什么规划呢？矿池这个事情，其实去年的时候，我当时在一个群里面我说过，当时我们想做矿池啊。这个事情呢，后来我们也有在做，就是我们把这个矿池这套东西呢都做出来跑通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测试网上也这个测试了很长时间啊，挖了很多测试币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呢本身呢，就是说在现阶段其实是不挣钱的啊，矿池是很难挣钱的，尤其我们这样的后来者，对吧？不像说前面一些已经做的比较大的矿池。肯定还是有利润的，但是如果对于我们来讲，去新进来的这个竞争者的话，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挣钱，因为大家现在对待这个矿池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就是矿池相当于是一个保险公司一样，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挖矿合作社啊，我自己去挖的话，可能因为它这个做哈希运算是一个碰撞嘛，对吧？它是一个随机性很大的事情，我虽然说占有，比如说，假如说我占有这个。整个比特币网络1/1000的算力的话，那按道理来讲，我可以拿到1/1000的币，但这个它是一个随机的事情，就是说有可能我一年我也挖不出来一个块，对吧？也有可能我算力很小，但是我10分钟就挖出来一个块，这都是有可能的。为了避免这种收益的不确定性，大家来做矿池，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合作社把这种挖矿的这种不确定性呢，把它抹平然后同时矿池呢去收你的一个手续费，比如说从4%到千分之几是吧？这样的一个
费率啊，相当于他收那手续费。但是你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Craig 讲过很多次，就是说，没有矿工，就是你如果不出块的话呢，你其实不能叫矿工的，对吧？而且在 BSV 这边呢，我们更强调是说节点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出块你才叫做节点 node 嘛，对吧？从这个现在这个形式来看呢，就是说只有矿池才是真正的矿工啊，才是真正的 node 啊。我们哪怕你有10万台矿机，其实你只是在做哈希运算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相当于是这个矿工，就是说我们现在矿池去购买了这个你的这个哈希的算力啊，就是说我可能这一个块的这个收益，比如说是6.25个币。然后我拿出其中的96%来去买你的这个哈希的算力，然后我只要那百分之几的这个剩余的这点钱，但是因为是我出块，只有我才是矿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矿工将来呢，它会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啊？因为我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未来的展望嘛，啊，对挖矿的一个展望，我就说一点我的一个想法啊，可能不成熟。啊，大家随便听听，就说我们现在这个一个块里面，区块奖励，就说这个6.25个币占了可能90%及以上，但是我们的交易手续费可能10%以下，甚至说1%、2%啊。将来的话呢，一定是说这两个是反过来的啊，就说我区块奖励占了可能1%，剩下的全部是交易手续费，对吧？那在这种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拿这个交易，这个区块奖励呢是靠这个哈希你出块的能力来确定说你能拿到多少这个区块奖励，对吧？出多少个块，你出的块越多，那么你拿的区块奖励就越多啊。这是根据你的出块能力，也就是说你的哈希能力来确定的啊。另外一块呢是什么呢？是说你的这个你能够抢多少交易手续费，这是根据你的交易处理能力来决定的啊。如果说到时候这两个反转了的话，就是说你可能需要非常非常强的这个交易的处理能力啊。现在我们矿池，就是说你就是跑一台服务器嘛，可能或者说做一个集群，可能几十台服务器，对吧？你是用 CPU 的这个核呢，再去计算这个验证这个交易啊。但是如果说将来真的说我们能够出现，比如 T 级的块，就像Ancient 现在做的这个 TerraNode 的话啊，你一个10分钟一个区块是1T 的区块，那里边可能就能够做到上百万 TPS， 对吧？这个交易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脚本呢，就可以做的非常复杂啊。可能我一个交易的这个脚本可能就是几兆，对吧？甚至说更大，这都是有可能的啊。需要非常大的运算量。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靠你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 CPU 来去做运算，去验证这个交易，可能已经做不到了啊。可能我们就需要去专用的计算机啊，专用的服务器啊，甚至说类似于像现在的矿机一样啊，我专用的芯片去做验证交易的这部分。那将来这部分可能才是将来矿工真正要做的事情啊。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应该是 BSV 分叉之前吧。然后呢，Craig 在当时那个香港会议上面做过一个演讲，就是当时他想拉拢这个中国的矿工嘛，应该是2018年的11月4号在香港有一个会，然后他讲了，就是当中呢有一句话，就是讲这个比特币的矿工将来这个像现在的银行、投行这样的这个写字楼里面会有这样矿工在这样的这个写字楼里面，就是说将来的矿工一定是像银行投行这样，就是类似于现在比如像 Visa 银联这样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业务肯定不是说像现在你投点钱买几台矿机然后就可以做的这个是我对矿工未来的一个初步的想法不一定对，也不一定说想得很全面但是大家可以参考对，我觉得很多人在第一次了解 BSV 或者是一直在观望 BSV 的时候，会发现就是 BSV 圈子里的朋友一直在给他们讲的东西都好像是很远期的一个事情，就现在看起来真的达成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当我们
听很多朋友一遍一遍的去分享他们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未来。我记得前2天我在群里面看到一个朋友，他就谈到了一个，他就说，因为他可能是老互联网人吧，他就谈到了10年前就是在阿里巴巴内部去推阿里云这一条业务线的时候，其实也遭受了特别大的阻力，就是内外的阻力都很大。然后我可以理解，因为10年前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偶尔会听到云这么一个词，但是真的完全不知道云是什么意思。可是10年之后，我们看一看，阿里云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非常赚钱的一个生意，而我们所有人用的所有的东西，这其实都可能在云上。然后，所以其实也就是10年，或者是云这个技术可能都没有用10年，5年左右的时间吧。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新技术，它在走向普及之前，一定都是看起来一小堆人他们在痴人说梦的，在想着很远的事情，很未来感的事情。然后，今天然后我们如同每一次的那个线上研讨会一样，一定还是会有朋友谈到说币价不好，然后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技术，这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了，对吧？就是币价它可能是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或者是大家的一个对价值的认可，但不意味着我们在做的事情毫无价值，或者是这个技术就真的没有价值。我相信还是会有朋友会被我们一次一次放出的一些内容啊被吸引过来，然后有些朋友就是了解的更深，慢慢的聊，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听一听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兴趣就走了，这个也很正常，新领域嘛。然后刚才那个小峰也谈到了多次提及 Craig， 明显你是跟他有过几面之缘，然后我也能感觉到你对他其实是对他的思想和对他的很多理念是非常认可的，所以你愿意再说一说跟 Craig 的一些几面之缘和对他的一些理解吗？那具体讲到说 Craig 呢，我觉得他是这样，就是我在他的这个 Slack 群里面也有2年的时间了啊。然后呢，我也看了很多以前别人对他的这个研究啊，包括说中本聪以前在这个Bitcoin Talk 上面的这个论坛里的帖子呀，我也看了很多啊。我的判断是说Craig CSW 呢就是中本聪，这一点呢我是非常相信这一点的啊。这个基本上是我认为就是一个事实啊。当然说这只是我自己的判断啊。这个当然说我这个判断也不是说没有来由啊。我自己呢也在 BSV 上面投资很多，这个很多人其实大家这个今天来看的很多是我群里的朋友嘛，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啊。我在 BSV 上面投资了很多，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判断，我也是用真金白银去做了这样的判断啊。我也是这个有这样的这个期望，说 BSV 能够变得更好，对吧？这个 BSV 的价格呢能够涨得更高，这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但是我觉得我从短期来讲，我们不要说太注重这个币价啊，是吧？不要总是去抱怨，一定要为自己的所有的这个选择、所有的自己的投资、所有自己的判断负责啊。对，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其实我还是挺想再重说一遍的，因为正好今天我在 Twitter 上也加入了一个话题，就是只有挖矿的节点才算是节点，就是在我们认为的比特币的这个网络架构和理论里面，是矿工节点才是核心节点，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node。然后并不会因为像很多人会给大家释放一个虚假的信息，就是说 BTC 上有什么上万个节点，然后 BSV 上只有什么几百个节点，所以呢 BTC 节点越多，甚至有 Lightning 的这个闪电网络的节点，它就越安全。其实并不是的，因为你只有就是区块生产权、区块交易验证权的这个挖矿节点才算是节点。那么如果我们这么定义了这个 node 这个概念的话，其实不管是 BTC 还是现在的 BSV， 我们分别追溯到过去的12年里面，大概这2个网络都是只有将近100个节点曾经出现过100个节点，然后在同一时期可能顶峰可能也就是20多个吧，这样子。所以你看，就是只要有挖矿节点，有矿工的支撑，他们才是整个网络的保护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嘉宾小峰的这个角色，然后是整个比特币网络的守护者
和重要的贡献者。当然，他自己也用自己这几年的就是亲身从业证明了这个行业确实是很有希望的。他自己在这个几年当中也积累了财富，而且之后会有更广阔的这个天空，是吧？有更广阔的志向。我觉得那个小峰，其实我在 BSV 这圈子里面，确实也是通过我们之前的一些活动吧，然后认识了不少。自己本身也是有其他的事业的，然后但是可能不知道哪一个时刻多看了一眼比特币，然后又认识到了 BSV， 然后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然后在这上面也有挺大的一个投资。当然对他来说，可能对于人家的个人资产的投资可能是不是很大的比例，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就是挺大的。然后我跟那样子的人聊天的时候，我很惊叹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像这样子，他们有自己的比较大的事业的人，然后他在看到 BSV 的时候，他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去理解。他问我的问题都是还是比较深入的，所以刚才你说的有一句话我很认可，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想做投资，或者是正在找投资标的物，不管是比特币或者其他的东西，我都觉得大家要对自己的投资负责，对自己的资产负责的原则的话，就是应该去认真的去研究和了解一下。那如果想了解 BSV 的话，我觉得我们协会其实真的是提供了很多很公开的一些信息，不光是我们的中文的内容，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全球的这个内容，现在都是7国语言的公开，而且还有我们已经团队不断在扩充，包括我们还上线了一些这种完全免费公开的课程，让大家有想学习的朋友们都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这一些东西。然后 BSV 的这个生态圈子里朋友也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小圈子，然后大家也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加入到这么一个小生态当中，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机会。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 BA 会持续的做一些这个很好的内容输出，然后如果对大家了解 BSV 或者了解比特币、学习比特币有帮助的话，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 BA 的活动。然后今天真的特别感谢小峰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累计观看人数又破新高了。然后这一点很好，因为其实我也很希望这样的活动能破圈，像今天这样话题，其实即使不太了解比特币的人，他也可以来听一听，学习一下。